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样子，我吃不太胖。是吗？这倒是，好像以一个训练来讲，一个习武之人来讲，你确实有一点单薄。是这个部分，我可以帮你试试看，透过我们刮痧去亏鼻，这边其实都算是偏胃的反射区啊。那如果说这个地方比较紧的话，其实它的消化跟吸收其实也不会到太好。我觉得你等下刮完应该就饿了。对，你已经开始，我已经饿了。对。好，那我已经刮完我的师傅教练了哦，那他需要休息一下。对。刚刚我有看到您也是翻得非常的辛苦啊，我的拳力应该蛮威猛的吧？没错。好，要不要感谢你呢？这样特地翻了3次。哎，请问一下，这位教练怎么称呼？叫我花生就可以了。OK， 花生教练，花生教练，你有没有发生什么事，然后让我需要也帮你刮痧一下呢？我发生的事情就是我转体的时候会不顺，卡。转体的时候会不顺。是。好，那我们先看一下动作。哦，我刚刚看了，你真的是在你的左边这里，好像会不太有动作，整个是僵化的。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好像在落地的时候，其实会有一点点难保持平衡，因为毕竟它是一个高速的爆发力，又有旋转扭动，所以这个部分我等一下可以帮您刮痧。好，那除了你的手以外，还有什么其他问题需要解决呢？可能就是肝的问题。肝的问题怎么说？在我4岁那年，我不幸得了肝癌。4岁？是。4岁就得肝癌？没错。这是家族遗传吗？先天的那种吗？可能是，就是儿童罕见疾病这样子。哇，4岁，那后来呢？后来就是把2/3的肝切掉，然后持续追踪，其实就没事了。哦，所以你4岁就动了一个大刀。对。伤疤在这边。哇，超大一条的伤疤通常会非常的紧绷，其实对于你们转体的运动来讲，其实会很勒耶。对。这个伤疤的部分我可以帮你处理，因为现在也都很稳定了嘛。没错。那还有其他吗？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样子，我吃不太胖。是吗？这倒是，好像以一个训练来讲，一个习武之人来讲，你确实有一点单薄。是。所以你是先天就吃不太胖？我也不确定，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小时候生过病，还是因为后天本来就吃不胖。哦，就肠胃蠕动、消化吸收比较不好。这个部分我可以帮你试试看，透过我们刮痧去亏鼻，就是开你的脾胃，让你会比较想要吃东西，然后以及吸收会比较好。好，那我们就一起来刮痧吧。好，那是这个地方比较紧绷，对不对？是。然后你是说平常这边之前会怎么样？就是会卡住，就是感觉夹不太进来。哦，夹不太进来哦。可是夹进来这件事情会跟就是我们后面的 rhomboid 菱形肌有关，所以你还是要做一点肩胛骨后收的训练，肩胛骨才不会飞出去。因为肩胛骨一旦飞出去，它就会卡你的肱骨头，然后也会让你下面的阔背肌会一直 hold 住，所以就会不舒服。然后我们在前胸的地方，我们等一下可以再来细看。因为它那个伤疤其实是非常的紧绷，等一下要刮的时候，我们可能会采站姿刮痧。好，那手帮我摆回去。那我现在一样涂一点专业刮痧油。等一下要稍微忍耐一下哦。好。然后肩膀好放轻松，肩膀我也涂一点点。那我先帮你把下面的旋转肌群跟阔背先一起刮完。没问题。好，来咯。好。还可以吗？超痛。啊，你最好是叫出来。在我们的左边啊，其实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胃，那这边是我们的肝的地方。所以如果说在胃的这个，它在这边嘛，这边其实都算是偏胃的反射区啊。那如果说这个地方比较紧的话，其实它的消化跟吸收其实也不会到太好，因为血液循环就不好嘛。所以我们刮一刮其实也是不错的哈，希望你也可以吃胖一点哦。只是刮的过程蛮痛苦的。哇，确实很痛苦。所以当时候你4岁的时候怎么发现你有就是肝癌？那个时候就是一直发烧，然后都退不下来。你们家有其他人有肝癌病史吗？我奶奶有。你奶奶有？对。
那你父母亲呢？肝都还好吗？哇，都可以。兄弟姐妹呢？兄弟姐妹都很健康。所以4岁耶。对，辛苦你了。好，不然我先刮好，你先继续叫你的好，我先不要打扰你哦，因为这个地方是真的很痛，而且你们我觉得应该转体的关系，那转体好像是我们的脊椎在转，可是实际上你们手的带动其实蛮多的，对不对？对，你们的启动动作。没错。那你练 Tricking 多久了呢？我练2020到现在大概5年了。5年了。那你当初为什么会练这个？是体育系吗？还是？不是我是戏剧系的。你是戏剧系的？对。难怪你刚刚演起来特别有 feel。戏剧系是。为什么？就是当初是想说，可以用它来表演舞台剧，因为现在蛮流行音乐剧的，然后会边唱边跳。哦，所以你是唱跳型的演员。对。哇哦，那如果你现在来一段，会不会太折磨你？有一点。好，帮我这只手放大腿。好，那我现在扩背的部分，我基本上已经刮完了。你从旋转肌群到腋下的扩背，到这边的竖脊肌，然后我们的内外腹斜的地方，全部满已经都要偏焦黑纱了，就好像超灰搭的那种感觉。其实对于肌肉来讲是非常的伤的，所以这个时候一定要有柔砂油哦，这个一定要涂一下，不然我真的很怕你们会推不好。好，那我们就涂一点柔砂油。那我下面这边刮完了之后，我接下来要刮的是肩峰这里，因为我们的肱骨头除了用扩背要把它 hold 住往下拉之外，其实上面的地方它也不能够韧带太紧啊等等的，或者是肌肉太紧啊，因为这样它会把它也是抓住。所以我下面放掉之后，上面也要放掉。那你帮我把手放大腿。那我要开始刮喽吼，这边应该也是蛮痛，因为它的肩峰锁骨关节这边是凸起来的哦。啊，你加油哦！你还记得你那时候肝癌的那个状况吗？你还有记忆吗？记忆哦，我顶多有那个手术台的记忆吧，就是看到那个9盏灯打在脸上的那个。还记得9盏？可是后来就都没有，就是没有其他记忆。哦，那后来你就有一个大伤疤之后，一直以来都很瘦，不是只是因为训练的关系。对，因为我以前比较少运动，所以你是接触了 Tricking 之后，你才就是变得比较热爱运动。算是，就是比较长时间会一直运动这样子。所以当时候你只是希望就是舞台剧的时候会比较好发挥，对，而且我练着练着，你就上瘾了，就练出兴趣来了。真的哦？为什么啊？就是对于我来讲，我觉得戏剧是一种很探索自己的过程。那 Tricking 这件事情也让你很探索自己吗？对，它有一个我觉得相同的点是会去探索自己身体可以做到什么样的程度。哦，一直在挑战身体的极限的感觉，因为我们是极限武术嘛。哦，来帮我挺起来一下下。哦，这个地方也是会有点痛哦，而且这个平常你不会觉得呼吸很浅吗？会。对，你会很容易很喘，因为它在上胸的地方其实是偏薄的，不是因为瘦哦，是它这个地方其实很紧。好，我等一下帮你刮左边，然后你再呼吸看看。好，来咯，嘴巴打开，吐气，全黑，哇，胸肌整个黑。好，然后细部的部分呢，我们一样用日常保健刮锁骨的地方带过来，这边其实都是。好，然后这边凹槽的地方也刮一下下。我把脖子这边也一点点。你几岁？我现在25。哦，好，年轻还好，等到你35你就知道。好，我先帮你刮一点点。好，哇，无敌严重你现在很像恰零恰后。好，那你现在帮我伸展看看，往上。有过了吗？等一下，过到这里。对，但我抓到一个地方，好来 ，hold 住，加油！你刚好又被我抓到一个点了。这是一种启梦的位置。这地方很痛哦，好，打开，再开，对，这样子来咯。这边也很痛哦，很像在割你的肉。我们现在是使用日常，然后会把所有身体的结晶砂无所遁形。很多人以为它就只是个很像酱油碟，其实不是，酱油碟会刮不出来哦，一定要用刮痧盘，因为它的高度啊、厚薄度、倾斜角都是非常适合用来刮痧的。而且你看我轻轻刮，其实它整个就出来了。那我就会很省力，好，再下来一点点，
你还有一条。哇，还有一条。我只是让你喘口气，来咯。好，往上哦，忍耐哦，在这里，就这一条。这一条是胸大肌连接我们肱骨头的地方，它满满的都是结晶沙。好，你吸气看看。哦，有了。你应该可以感受到两边的差异。以他的右胸来讲，他吸气的时候，右胸没有办法膨胀的很好，但你左胸其实是已经有膨胀起来了。好，那我左边刮完之后，因为我动到他的脖子，那通常如果脖子一边紧一边松，会非常容易隔天落枕。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好心，就是把两边都刮好。我通常会跟我的学生讲，如果说呢，你今天刮两边叫行善积德。如果你只刮单边脊椎叫造孽，所以我要先让我今天的福报值先加满加好。你这个地方是也有一个伤疤吗？哦，他是做那个化疗的时候有穿刺的样子。哦，好，因为他在这个地方有一个伤疤，那通常如果有伤疤的地方一样会勒住，所以你的右胸呼吸会更卡一点点。然后右胸的话，它会比较偏向，因为肺嘛，它胸腔肺脏在里面。肺的话，如果他呼吸没有很顺的话，人就会比较容易负面跟悲观，所以有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很想做，但没什么把握，就是说服自己可能要多一点。如果说是这样的话，不用太自责。有的时候是因为身体结构没有办法跟上你的大脑。大家如果觉得，我好像对自己很长没有自信，千万不要太苛责自己。你可以先来刮自己我觉得这样比较有效。OK， 那我要继续喽，你加油哦。没问题。所以你后来整个稳定了之后，爸妈应该就比较安心了吧？对，就是持续追踪这样子。那你做化疗的时候，你有印象吗？也没有完全没有。对，因为他好像是在1年内的事情，就是没有做很久。但是那一年整个家里面应该乌云密布吧？我家算蛮有爱的，就是事后回想会替他们觉得不舍了。就是因为很辛苦，因为毕竟肝是一种解毒的器官，但你那时候割了2/3，可是肝脏有一个好处，就是它的再生能力也很好，是，所以后来你的肝脏是有在修复的，就完整长回来，因为后面追踪都是完整的，真的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的概念呢。没错，哇，但如果是我小孩，我真的也会吓死2/3，而且是一个超级无敌大刀OK， 好，现在换前面喽。要刮你那个化疗的伤疤，一样把嘴巴打开，这地方非常紧而且大家应该可以看得出来，它的沙是颜色更深一点的一样呈现焦黑沙。上半部的地方啊，这边也要稍微刮一下，可是因为你这边更勒，两边刮的方式你会发现这边比较空，其实是因为我的刮痧盘接触不到，所以这个时候我就要再换刮镜盘。刮镜盘的话，我才有办法找到这种细缝处，对，所以其实我们的刮痧器具都是为了各部位而去研发出来的好，那我这边刮完了，这一整排全部都有。好，我们最后刮一下胸骨的地方，两边我们的胸腔要呼吸，其实是跟我们的肋骨是有关系的。肋骨它也是附着在我们的胸骨的两侧，所以我们也要把胸骨这边做一个放松，嘴巴打开，蛮痛的那胸骨的地方其实就是我们平常它下面也会有我们的气管，然后以及食道，所以如果你今天想要多吃一点，或者是有的人他会胃酸逆流很不舒服的话，通常我们也都会让胸骨这边要稍微刮一下，因为凡烧过必留下痕迹，所以我们还是要把我们的肌肉筋膜做一个放松。好，全黑你应该是近期内沙莉我们应该算是拍蛮黑的一位，对不对？因为我们摄影师都说蛮黑的。那我们两边都刮完了，教练我再让你呼吸看看。好，来，有它右边，我从侧面看它右边也起伏，但还是有一个点。好，拍谁哦？好，我们要把这一块，因为它这边的伤疤抓的比较紧，所以我们的范围这个地方要多一点。好，吐气吐气2下。好 ，OK， 好，再一次。有下去了。对嘛因为它这边有膨胀，但这边没有，所以我们会因为每一个人他的身体张力的不同，所以我们手法也会去做一些调整。有兴趣可以再来上专研好不好？台湾现在还是我教本来想说以后就不一定。好，那我们把肩膀都刮完了之后，教练先帮我耸耸肩，看看有没有比较轻松好了。有这边没有卡住的感觉。这样蛮好的，因为我其实只动了阔背。然后还有它上面肩峰锁骨关节的肌肉，那其实还不错身体的可调性很高。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伤疤的地方。
伤疤呢，它是从它的右下腹一直延伸到中间。那我们可以看到，越靠近右下腹的地方，它这边的肌肉跟骨架好像凹下去。那我们的胃其实是靠近中间，你也会发现，从侧面上来看，它中间胸骨下方整个凹陷下去。当它凹陷的时候，你今天食物吃进去，胃应该要变大，一变大它就撞到了它的天花板，所以你当然就是装不太下，它有可能就要赶快往下，或者是你会很容易好像有点胃酸，或者是堵住你的食道的那种感觉。那这个情况呢，我们就可以透过刮痧，我们至少把这边的张力放松一点点。好，那看起来，教练其实也是不错高啊。那请问一下，你现在是身高体重多少？身高170，体重55。OK， 哇，170、55公斤。好，那我希望呢，我们刮完了之后，因为你吃药时间，可是原则上应该会3个月之后，那你还是要有点刻意的摄取，就是你以前你想要增重的那个情况，你刻意摄取。然后另外呢，你要重训的话，我会建议吃2个月之后再去重训，因为要先把蛋白质养出来，然后再去练一下，我觉得会比较好。哦，那3个月之后，如果可以的话，我们播出的时候帮我在底下留言，让我知道，我现在55嘛，对不对？是。哦，那到底有啊不？就有没有再更高？我是希望可以到60以上啦。好，那我接下来刮伤疤喽，会蛮痛的哦。那我一样涂一点专业的刮痧油。那我们刮痧油呢，都是我们自己做的哦。那它主要是跟摩擦系数有关，要涂的有点油亮的。你帮我把手往后背，右手的部分，好看前面。那因为我们要刮的是在中轴转折的地方，如果我今天坐着，它可能会折到，所以我会让它站着刮。然后另外这边真的不建议大家这样自己刮。接下来我用的是传承款的刮痧盘，我一样先从胸骨往下延伸，嘴巴打开哦。我先用传承就好了，因为传承会好一点点。我觉得你可以叫出来，因为我觉得很难。我也是可以让你很自然哦，整个好严重哦。我这边轻轻一刮，伤疤全部直接上色。这边超黑的，这个不是，这跟上面的痧又有点不太一样，而且力道非常轻。对，我扒的超痛。对，扒无敌痛。忍耐一下哦，你这边要整个刮开，真的才能够好好示范。很痛哦，很痛哦，这里超痛，钻进去哦。好，这里哦，这边还有一个洞，应该是之前做引流的。对。好，我们整个让伤疤的地方要有点杀出来。好，这个痛又跟刚刚，这应该是很陌生的痛。对，而且是很那种很锥心、很艰辛刻苦的那种割挠很尖锐的痛。对，因为平常抓痒的时候，它就会，我其实不太会想抓它，它会不太舒服，就是那种感觉怪怪，就是抓在疤上的感觉。可是就没办法，如果你要放松，透过刮痧，它就是会有这个必经的过程。再一次哦。好。边好一样。接下来，因为它有在更细部，我刚刮痧盘会没有办法碰到它的肌肉，那我碰不到，我就刮不到，所以我要再换小面积。现在是换日常。好哇，有没有？就这个更进去。这个不是伤疤哦，这个是你的伤，就是它因为伤疤而抓出来的。再来，我们的胸部下方这边全部都是。好，再来旁边，我觉得你等下刮完应该就饿了。对，应该是。我已经饿了。对。当你今天很紧的时候，肌肉很紧，不要说是胃啊，其他部位，你肌肉很紧的时候，你是不会有感觉的，所以它会抑制你饿的那种反射出来。所以当我今天放掉的时候，就会比较容易感到饿。你妈会不会到时候看到这个吓到？不可能，有可能。好啊，那个亲爱的花生妈妈，绝对安全，好，不用太担心哈。你看儿子多帅，好，那继续。好 ，OK， 这样就可以了。满满的已经偏焦黑纱的颜色，那焦黑纱是我们比较严重的纱。那我们等一下一样会请花生教练，就是再翻转看看。哇，教练刚刚翻的很不错，而且手开始有活动度哎。我觉得差蛮多，就是我的手可以延伸到最后一颗。哦，所以你原本是没有办法往后的，就是它到那边就卡住了。OK， 但还是要帮我挺起来哦，
因为你的身体记忆是以前驼背的身体记忆，因为你以前会挺不起来，对，可实际上你现在可以了，那真是太好了。今天挂了2位教练，那我们再把我们的章鱼教练一起叫出来一下好了。哇，真是太感谢我的师傅，然后以及我们的花生教练，今天带给我们非常多有关 tricking 的技术。然后也希望呢，在刮完痧之后呢，2位可以把 tricking 带给更多台湾的朋友们。那也非常感谢2位精彩的沙图啊，有这种哇伤疤的，然后非常严重的焦黑痧，然后也有这个背部拉伤，还有纱巾的哇。但现在以颜色来讲，我必须要说有练还是有差，因为一般人来讲，这个时候已经非常深的紫色了。可是呢，我们的师傅身上其实还是有点淡淡的红色。那通常这样的痧呢，回去一定要热敷按摩哈。热敷就是多冲热水，按摩的话就是多搓揉。那通常这样子脊椎的痧，应该以它的代谢能力，应该2天左右会退掉。但是呢，如果说是在脚的部分，因为我们每天都会一直走路，所以脚的部分的话，可能会估到3天。好，那我们的花生教练，你这个因为太久了，所以我应该会估3到4天。那为了让2位呢功力大增，退痧退好一点，所以我帮你准备了我们的柔痧油随身包。好，来，请笑纳，请笑纳。谢谢。好，这个给你哈。我们回去洗完澡之后，可以涂抹在你痧最严重的地方，让它的代谢更好。好，那也希望透过这一集当中呢，能够让大家学到更多的刮痧方式。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喽！哈。Hello， 大家好，我是慧君。假设说你看完了之后，你很好奇你自己的痧图如何，那我们台湾北中南都有据点，那欢迎大家可以来找我们刮痧，我来学刮痧，或者是购买刮痧器具，一起刮痧护家，用爱刮痧哦。